大爷每天用3轮车拉着一瓶可乐，去哪都带着，说可乐能保命，生病了可以不吃药，但不能不喝可乐。困了可乐来1瓶，干活累了来1瓶，就这样每天6瓶，喝了20年，足足喝掉了43800瓶。最急的人是奶奶，怕他喝死了，爷爷一句无所屌味，转身又炫了一瓶1.5升的汽水，喝完再满意的打个嗝，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刻。现在可乐还被他研究出了新喝法，在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，搅拌一下做成了可乐汤饭，连汤带水一口闷，夏天来这么一口，别提多清爽了。大爷说自己爱上可乐，都是因为20年前的一件事。他曾经嗜酒如命，有天喝到胃痛，随手拿起可乐喝了几口，胃里一下就不痛了，也不知怎么的就上瘾了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。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，也无所屌味。奶奶想带他去补牙，大爷却觉得浪费钱，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？可乐在手，精神抖擞，根本不用去医院。最后他还是被大家带去了医院，医生说他大部分牙都坏掉了，基本上没啥用了。随着检查的深入，您猜怎么着？大爷除了牙有问题，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好，也没有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，但医生还是建议他减少用量。大爷轻蔑一笑，转身就走出了医院，说可乐是自己的快乐水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快乐不了几年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这都无所屌味。说完接着炫了一瓶回家了。大叔每次开车必须要带上一包白色粉末，等红绿灯就赶紧拿出来舔2口，说这东西能救命。吃饭时大叔只是喝了1碗汤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因为他往汤里加了满满1勺的白色粉末，米饭上也加了2勺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酒足饭饱喝点水，水里竟然也加了1勺。话说这到底是啥味道呢？大叔表示非常美味，同事决定尝一下，一口下去，差点被送走，才知道这粉末原来是味精。同事觉得他有病，怎么会有人喜欢喝味精水呢？大叔一脸傲娇，说那是38年前的一个夜晚，自己喝醉后，原本想去厨房弄一杯糖水，结果迷迷糊糊中错把味精当成了白糖，没想到却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，每天都要吃200克。38年来一共吃掉2774公斤。大叔说自己不仅没事，反而还更有精神了，味精甚至还救了自己的命。此话怎讲？原来他患有一种叫做布尔格氏的罕见疾病，为了控制病情，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。很多得这个病的人过不了多久就会死，而自己20年来却没有事。他认为是味精救了自己，控制了病情恶化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医生给出了不同的说法，检查发现他得了严重胃病，由于味精的大量摄入，还导致了糖尿病，也就是说味精对他的病情不仅没帮助，反而还加重了，所以他必须停止吃味精，要相信科学。大叔表示那这样自己的快乐就没有了，不过为了健康自己会慢慢戒掉味精，那就让我们祝大叔早日康复吧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叔每次做饭要先洗一盆碎玻璃，洗完再加上几勺白糖，直接就端上了餐桌，放着一桌菜不吃，他却只想吃玻璃。老婆怕他吃死了，想让大叔吃一块玻璃就上一口菜，但大叔根本不听，玻璃直接成了他的主食，一天吃的玻璃可以填满2个啤酒杯。现在还越来越离谱，上班都要带着满满1杯玻璃碴子，没事就赶紧拿出来吃一块，走到哪都带着。下班后就去玻璃店挑选零食，挑挑拣拣弄了一大袋，回家还要根据口味给他们分类，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。医院的点滴瓶是他的最爱，吃起来酥脆有嚼劲，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，不过呢也很爽口。记者忍不住问他到底为啥要吃玻璃呢？没想到大叔却反问起了记者，那你为什么要吃饭？为什么要喝酒？为什么要抽烟？汉嘎地嘛，这个嚼一口非常香。这把记者看得一愣一愣的。大叔你冷静点啊喂！来到晚上，大叔去聚餐，他只是端起了空酒杯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因为他直接把酒杯给吃了。老板说每次他来吃饭，饭店酒杯就会少好几个。酒足饭饱后，大叔也终于说出了吃玻璃的原因，都是因为20年前的那件小事。当年大叔还是个初入职场的毛头小伙子，刚签了一个大合同，正在陪客户吃饭，由于自己不能喝酒，被客户一番羞辱，说他不爷们。这话伤了大叔的自尊，一气之下吃起了酒杯，就这样一吃还吃上瘾了。现在大家都想知道他身体真的健康吗？没想到啊，大叔却在医生面前表演起了吃玻璃，医生直接吓得不敢看，啥也别说了，直接上仪器检查吧。检查发现大叔其实有肠道问题，医生说大概率就是吃玻璃导致的，虽然目前看起来问题不大，但还是要停止这种行为，否则会导致肠梗阻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男孩去配眼镜，却被医生要求看课文，他的反应让医生目瞪口呆。机器显示他1秒就可以看2131个字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也就是说1分钟就可以看完一本100页的书。学校里他只是简单的翻书，却引来了同学们的围观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翻完书他竟然说看完了，同学们让他把故事讲出来，结果呢他还真就复述下来了。为了验证真假，节目组拿了本新书让他看，不到1分钟又看完了，随机提问和书有关的问题。
结果全部回答正确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超能力。用专业仪器测算他的阅读速度，结果连专家都服了，阅读速度太快，差点连机器都无法识别。专家还发现他看书时大脑皮层异常活跃，表现出了更高的专注力，也就是说他看书就好像我们玩游戏一样享受。一年看的书能堆满整间卧室，吃饭的时候看，上厕所的时候看，甚至连睡觉也。而这个没法看，那怎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种超能力呢？男孩说自己在翻书的过程中，大脑会对每一页拍照，然后存储起来。为了彻底理解消化，看完书他要再复述一遍并且录音，这样来增强记忆。说实话，这种超能力我是不信的，韩国人都这个屌样。他每隔半小时就要换一双袜子，包里每天都装着10多双袜子，外加一条毛巾，同事都觉得他有病。而他确实患有非常严重的多汗症，有多严重呢？大家做了个测验，不到3分钟，汗水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，甚至直接滴了下来。双手每时每刻都像刚洗完一样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更让他尴尬的是腋下的汗珠多到能直接流出来。看恐怖片的时候，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，被子一湿一大片。脚上的情况也同样严重，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扰。每天出门包里必须要装10多双袜子，方便随时换一双。因为手滑，零食包装根本撕不开，想玩一会游戏，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。下班回家呢，指纹锁却识别不出来，用过的键盘铺上纸巾，瞬间就浸湿了。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。写工作报告，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下来。小姐姐表示，这些她都能接受，最让她难过的是别人的嘲笑。从小就被人叫做小师妹，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，做日料、手握寿司之类的。因为多汗症，她不得不放弃了梦想。说着说着就哽咽了。小姐姐也去过很多家医院，都没有找到多汗症的确切原因。最后小姐姐也想开了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接受它，接纳不完美的自己。最近还做起了直播，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。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他们把面粉均匀撒在厨房地板上，接着又偷偷安装了摄像机，本想找到在厨房搞破坏的罪魁祸首，结果却拍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。起因是好好的橡胶手套，只要在这家餐厅后厨放一晚，就会被撕得粉碎。怕大家不信，下班前店主又摆上了几双新手套，锁上了唯一的大门。第二天一大早就看到店主和员工聚集在了门口。店主说自己一个人不敢进厨房，等人聚齐后才敢开门。真有这么夸张吗？大家一起来到后厨，记者也被震撼到了。好好的手套变得破败不堪，碎片散落一地，像是被腐蚀了一样。你要说有小动物的话，那它肯定会破坏食物，不可能没事去咬手套。你要说是有人故意破坏的，那也不太成立。橡胶手套根本扯不动，即使用剪刀剪过的痕迹太过规则，也做不出这种粉碎的效果。那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？大家越猜店主越慌，最后大家想出一个办法，把面粉均匀撒在地板上，边边角角也不放过，又安装了摄像机，不管是人是鬼，这次一定能找到这个罪魁祸首。第二天大家一起来到后厨，不出意外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，关键地上干干净净，一个脚印也没有。这下大家更慌了，难不成真有那东西？大家赶紧查看录像，发现手套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，自己慢慢开始分解腐化，整个过程显得很自然，画面说不出的诡异。大家不由得后背发凉，赶紧寻求专家帮助。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化学反应，橡胶手套是被氧化剂破坏的，这种氧化剂应该就是臭氧。许多厨房都在使用臭氧对食物进行消毒，白天排风扇会把臭氧抽到室外，但晚上排风扇不工作，臭氧就聚集在了厨房，随着浓度升高，橡胶手套就被氧化，从而老化断裂。为此专家还做了个实验，密闭空间内，当橡胶手套接触到臭氧后，很快就被氧化掉了。专家说只需要晚上也保持通风，把臭氧排到室外，就可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店主乖乖照做，晚上也打开了排风扇，果然第二天手套真就完好无损，省流。氧化反应。他们把面粉均匀撒在厨房地板上，接着又偷偷安装了摄像机，本想找到在厨房搞破坏的罪魁祸首，结果却拍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。起因是好好的橡胶手套，只要在这家餐厅后厨放一晚，就会被撕得粉碎。怕大家不信，下班前店主又摆上了几双新手套，锁上了唯一的大门。第二天一大早就看到店主和员工聚集在了门口。店主说自己一个人不敢进厨房，等人聚齐后才敢开门。真有这么夸张吗？大家一起来到后厨，记者也被震撼到了。好好的手套变得破败不堪，碎片散落一地，像是被腐蚀了一样。你要说有小动物的话，那它肯定会破坏食物，不可能没事去咬手套。你要说是有人故意破坏的，那也不太成立。橡胶手套根本扯不动，即使用剪刀剪过的痕迹太过规则，也做不出这种粉碎的效果。那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？大家越猜店主越慌，最后大家想出一个办法，把面粉均匀撒在地板上，边边角角也不放过，又安装了摄像机，不管是人是鬼，这次一定能找到这个罪魁祸首。第二天大家一起来到后厨，不出意外手套又被撕成了碎片，关键地上干干净净，一个脚印也没有。这下大家更慌了，难不成真有那东西？
大家赶紧查看录像，发现手套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，自己慢慢开始分解腐化，整个过程显得很自然，画面说不出的诡异，大家不由得后背发凉，赶紧寻求专家帮助。专家认为这是一种化学反应，橡胶手套是被氧化剂破坏的，这种氧化剂应该就是臭氧。许多厨房都在使用臭氧对食物进行消毒，白天排风扇会把臭氧抽到室外，但晚上排风扇不工作，臭氧就聚集在了厨房，随着浓度升高，橡胶手套就被氧化，从而老化断裂。为此，专家还做了个实验，密闭空间内，当橡胶手套接触到臭氧后，很快就被氧化掉了。专家说，只需要晚上也保持通风，把臭氧排到室外，就可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。店主乖乖照做，晚上也打开了排风扇，果然第二天手套真就完好无损，省流。氧化反应，一群人来市场却不买菜，全都围着一只狗在看，这有啥好看的？一旁的大叔说他已经这样转了一上午了，大家都感觉很奇怪，他明明看起来非常疲惫，但依旧自顾自地旋转，好像上了发条一样，就算被行人撞倒，被婴儿车撞到受伤，也不会停下来。在市场上问了一圈，终于找到了它主人，一问才知道这狗是偷偷跑出来的，主人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，只要一把它放下，立马就开始旋转，好像有开关一样，碰到地面就启动，而且它根本不看路，每天都面临着危险。为了它的安全，主人只好把它关在家里，用绳子绑在了凳子上，但都无济于事，只有吃饭的时候，它才会稍微消停一会，吃完立马开始旋转。主人说这种情况是4个月前开始的，因为工作原因，把它单独关在了家里。有次回家就看到它在转圈，都不知道它转了多长时间，一开始也没太在意。有次转圈链子缠在了一起，它都快窒息了，还在自顾自地转，主人这才意识到不正常，医生对它进行了一系列检查，发现它颈椎出现了问题，导致脑压增加，因此患上了老年痴呆症。虽然通过吃药可以防止病情恶化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给他更多的陪伴，会慢慢好起来的。这个健身器材会自己运动，周围没有人，也没有一丝风，它却持续摆动了10分钟，仿佛有人在上面锻炼一样。旁边还经常出现一只黑猫，死死盯着健身器材，器材一动黑猫就叫，看起来非常瘆人。诡异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晨，虽然漫步机已经停止了摆动，但手臂健身器又开始自己转圈，周围依旧没人也没风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来到旁边，突然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，健身器依然我行我素转个不停，很明显啊，这鬼不怕生。工作人员不信邪，直接站了上去，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。等他下来后，器材竟然持续摆动了10分钟，难道一切都是因为惯性的原因吗？之前的小姐姐半信半疑地站上去，运动起来真的好丝滑。大家又给手臂健身器做了个对比，用相同力气转动健身器，这个问题器材比其他的整整多转了好几分钟。这时公园管理员大爷来了，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这是前几天新安装的，涂抹了过量的润滑油，所以比较丝滑，只要轻轻一晃就可以持续摆动很久，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。健身器材很可能就是这只黑猫晃动的。他在厕所偷偷装监控，正对着马桶，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。每次他半夜去厕所，马桶里总会出现没有冲的尿，关键家里就他一个人，而且自己都会随手冲马桶，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能进来。这怪异现象搞得他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他现在半夜都不敢上厕所，有次实在尿急，蹑手蹑脚的来到厕所门口，就看到一个黑影闪过，这黑影有点似曾相识，这下他更怕了，硬是憋到了天亮才去厕所。不出意外，厕所又出现了没有冲的尿，看尿的颜色，这东西啊还有点上火，实在没招了，只好在厕所偷偷安装了监控。一夜过后查看监控，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，这一切竟然是他家的猫干的。现在猫都会上厕所了吗？大叔无奈一笑，说等它上厕所你就知道了。等了好久，猫咪都没有要上厕所的意思，倒是主人来了尿意，刚来到厕所，猫就跟了过来，直接跳上马桶，像人一样蹲在那里，表情十分严肃。大叔说自己从来没训练过它，那它为啥会在马桶上厕所呢？专家表示，猫喜欢模仿主人的行为，如果你们关系很好，猫会表现得像人一样，以此来得到更多喜爱，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。小猫就是主人收养的流浪猫，之前主人上厕所，猫就会蹲在厕所里仔细观察，可能慢慢的就学会用马桶了。大叔表示，如果它用完能冲一下就更好了。大叔随身带着2瓶风油精，没事就赶紧往眼睛上涂，边涂还边笑。家里到处都是风油精，产品说明上明确表示不能涂在眼睛周围，但大叔却根本不在意，专门往眼睛上抹。看电视的时候涂，开车的时候涂，半夜也要涂一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涂死了，而他却说自己根本就离不开风油精，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涂眼睛不过瘾了，直接用风油精洗脸，看样子也不错。洗完精神抖擞，旁边的大叔看得一脸懵，真的不疼吗？他决定试一试，结果刚涂完，大叔就直呼太酷辣。那他到底为啥要涂风油精呢？大叔说之前眼睛受伤了，看不清东西，偶然用了一次风油精，整个世界都清晰了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风油精了。医生说在风油精的刺激下，泪液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异常湿润，这可能是帮他看清楚的原因，但风油精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，
经过检查，大叔的眼角膜损伤严重，风油精还加重了病情，导致了角膜白斑，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风油精。随后医生给大叔拿了专门治疗眼睛的药，所以说有病就要对症下药，要相信科学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他们在水下寻宝，不仅找到了一箱金币，还意外找到了一个骨灰盒，他当场吓尿。起因是听说这里有一艘沉船，传说还是一艘海盗船，想想就觉得刺激，于是决定去水下寻宝。刚下来就发现了一只鞋，看着还挺新，拿着比量了一下，大小也合适，他也不客气，直接穿了起来继续寻找。又找到几个酒瓶，保护环境人人有责，直接带走。慢慢的他们还真发现了一艘沉船，两人来了兴致，但找了好久还是只找到了一些酒瓶。这时他突然发现一块木头下面竟然露出了一只小孩的手，看着属实诡异，两人壮着胆子决定一探究竟。他小心翼翼往外拉，生怕把胳膊拽断，拉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个美人鱼玩具，虚惊一场。这时连大鲤鱼都被吸引了过来，轻轻抚摸一下，手感真好。这不重要，还是要继续我们的寻宝计划。既然船外面找不到什么好东西，他们直接来到船内，果然在夹缝中发现了一个箱子。这箱子一看就有戏啊，电影中宝藏就是用的这种箱子。两人兴奋不已，刚把箱子拿出来，就掉落了2枚金币，箱子下面的金币更多，散落了一地。拿起一枚咬上一口，就留下了牙印，看起来是金币没错了，这不发了吗？不一会就捡到了上百枚。两人回到岸上把金币藏好，他们认为下面肯定还有更多好东西，决定继续下水寻找。谁都想不到，两人这一去差点崩溃，甚至连警察都来了。他刚下去没一会，就发现了一个锈迹斑斑铁盒子，掂了一下分量很重，还用塑料袋装着。他高兴坏了，估计里面可能又是金币，慢慢掏出来，方方正正的，里面好像还有个盒子。但就在这时，里面突然泄露了一些粉尘状的物质，翻个面一看，上面还有字。他扫了一眼，当场吓尿，这盒子竟然是个骨灰盒，吓得赶紧往岸上游。毕竟第一次遇到这情况，他们商量了半天，也不知道如何处理，最后决定报警。等警察来后，也没有查询到骨灰主人信息。那现在看来，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把骨灰放回原位，让他在水下静静的待着，也算是对死者的一种尊重。一群男人在尼姑庵偷偷安了监控，正对着寺院里的一座荒废电梯，男人还趴在电梯口左看右看。这群人并不是变态，只是这电梯有点怪。晚上等师太们睡着后，寺院里的电梯就会传来怪声。师太说这怪声是1个月前开始的，接着拿出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这声音像是有什么活物在叫，但他又不敢肯定是什么。说来也是奇怪，师太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，声音就会立马停止，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。关键这是佛门禁闭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呀，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，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。关键这电梯已经荒废7年了，内部都是积水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在这种环境下存活1个月呢？大家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结果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潭死水和一些电器设备外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召唤他，这次未能如愿，下面没有任何回应，还是静悄悄的。那现在咋办呢？大家决定拆电梯，接着又把水抽干了。摄像小哥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没发现任何活物，真是见了鬼了。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一只树蛙跳了出来，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？专家把录到的声音和树蛙的声音做了对比，确认这怪声就是树蛙发出来的。之所以叫声和平时有区别，是因为电梯里的这只正处发情期，所以刚开始才没听出来。师太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这小东西还蛮可爱的，那就留在寺院念经吧。零下10度的天气，大妈却开在22台风扇，一开就是24小时，还说不开就会死。房间内外到处都是摄像头，大妈就这样整晚数着监控。问她为什么这样做，她说家里有毒气，风扇呢可以让她避免受到伤害，说整个房子都会泄露毒气，尤其是地板和墙壁之间，把缝隙堵上后，味道呢反而越来越大。说着呢就掀开了地板，地板上呢还真看到了一些熏红的痕迹。怕大家不信，她突然又打开了监控，说之前就看到有人骑着摩托车用针头往她家注入气体，墙上的洞就是证据，她会及时把洞堵上，但很快呢又会出现新的洞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。随后大家决定去问问邻居是否经历过类似的事情，结果邻居表示确实见过骑摩托的人，但从来没闻到过奇怪的味道。大妈则表示这个很明显就是冲她来的，至于为什么偏偏要害她，大妈也不知道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久而久之呢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甚至只能吃药才能入睡。这样痛苦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年半。然而记者在他家却始终没有闻到任何奇怪的味道。为了缓解他的焦虑，节目组请来专家，大妈表示最严重的地方就是阁楼。专家检测一番，还真发现了异常，确实有非常非常微量的煤气泄漏，不过呢可以忽略不计，但并没有任何其他有毒气体。专家换上更精准的仪器，也没有检测到任何有害气体。大妈却表示自己不相信仪器，说自己的鼻子是最灵的。没办法了，大家提议今晚跟大妈一起住，不开风扇看会不会被毒死。
结果一觉醒来，大妈神清气爽，表示昨晚确实没有闻到毒气，而且呢睡得很香。她担心大家走了之后毒气又会重新袭来，看起来大妈确实病得不轻。虽然儿子之前建议她接受治疗，大妈却说自己没疯也没病，还生气地认为儿子不信任她。经过节目组不屑的劝说，大妈终于同意去看医生。通过一系列检查，医生表示这个就是常见的妄想症而已，可能是由于丈夫和大儿子的意外去世，对她造成了严重打击，悲伤过度导致的。而且呢，之前和养鸡场的人发生过矛盾，所以才开始怀疑养鸡场要害她。经过长期的心理治疗，现在大妈表示已经闻不到什么毒气了。最后呢，把风扇都去掉了，现在她又可以享受正常的生活了。